大家好，拿到体检报告，看到空腹血糖，糖化血红蛋白稍微超出正常范围，身体却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，不口渴，不乏力，体重也没下降。大多数人都会不当回事，觉得糖尿病离自己还很远，根本不用放在心上。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恰恰是身体发出的糖尿病前期预警信号。看似没有任何症状，其实血糖代谢问题已经悄悄出现，到了必须重视的地步。二型糖尿病最隐蔽也最危险的特点，就是发病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表现，它不会像感冒发烧那样立刻让人感到难受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损伤身体的代谢系统，慢慢破坏胰岛功能。等到真正出现多饮多食多尿、体重快速下降这些典型症状时，胰岛功能已经受到严重损伤，血糖再想轻松控制就变得非常困难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旦确诊糖尿病，就需要长期面对血糖管控的难题。很多人对糖尿病有着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，总觉得血糖升高就是因为糖吃多了，只要少吃甜食不碰糖果就不会患上糖尿病。这个想法只停留在表面，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，根本无法真正预防血糖异常，导致血糖失控，诱发二型糖尿病的关键因素，并不是单纯吃了多少糖，而是胰岛素抵抗，这才是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元凶。我们可以把胰岛素比作打开身体细胞大门的钥匙，血液里的葡萄糖必须通过这把钥匙进入细胞，才能转化成身体日常活动需要的能量。在身体健康的状态下，只需要少量胰岛素，就能顺利打开细胞的大门，血糖可以稳定维持在正常水平。可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，就好比门锁的锁芯生了锈，原本好用的钥匙变得很难打开门，身体只能让胰岛分泌更多的胰岛素，才能勉强让葡萄糖进入细胞被利用。短时间内，胰腺超负荷运转还能勉强维持血糖稳定，但是长年累月这样高强度工作，胰岛细胞会被慢慢累垮，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越来越差，直到再也无法有效控制血糖，糖尿病就会彻底找上门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平时根本不爱吃甜食，很少碰糖果、蛋糕，却依然出现血糖超标的情况。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一步步催生了胰岛素抵抗，让身体代谢功能出现紊乱。真正会诱发胰岛素抵抗的元凶并不是甜食，而是长期热量摄入超标，常年久坐不动，长期熬夜睡眠不足，腹部脂肪堆积过多。这些被大家忽视的日常习惯会一点点损伤身体的代谢功能，让胰岛素慢慢失去原本的作用，把身体一步步推向糖尿病的边缘。很多人听到血糖异常就会感到恐慌，担心自己再也无法恢复健康。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过度焦虑，但一定要足够重视。绝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都是可以提前预防、有效阻断的。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空话，国内外大量权威医学研究都已经明确证实，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，通过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干预，能够大幅降低发展为确诊糖尿病的风险，甚至可以让血糖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，成功逆转前期的异常状态。这里要跟大家明确一点，所谓的有效预防不是保证一辈子都不会得糖尿病，而是避免过早出现血糖彻底失控，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的情况。抓住糖尿病前期这个唯一的逆转窗口期，就能避免后续承受各种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痛苦，牢牢守住身体健康的底线。市面上很多关于糖尿病的科普内容，都只是简单告诉大家少吃糖、少喝甜饮料，这些建议虽然没错，但却没有抓住真正管用的核心方法。其实防控血糖的关键很简单，就是把血糖风险像管理体重一样长期管控，通过持续可量化的方式制造合理的能量缺口，这是控制血糖、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根本方法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这个方法不需要大家购买昂贵的保健品，
也不需要遵守苛刻的节食食谱，更不用承受难以坚持的痛苦。核心就围绕4个简单易操作的关键点，只要坚持去做，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首先要做的就是别再紧盯体重数字，先管好自己的腰围。判断糖尿病的风险，不能只看体重秤上的数值，腰围才是更直观、更准确的预警信号。腹部脂肪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加速器，很多人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，看起来身材不胖，但是肚子大，腰围超标，内脏脂肪大量堆积，会直接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，大幅提升患上糖尿病的风险。想要有效防控血糖，首先要把腰围控制在合理的安全范围之内。通过科学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，慢慢减小腹围，控制体重。国家发布的成年人肥胖相关健康指南也明确指出，血糖高危人群要以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，通过合理饮食搭配规律运动，实现长期稳定的体重管控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要等血糖彻底升高再去干预。腰围超标就是身体给你的第一波健康提醒，抓住这个信号及时调整，就能有效规避血糖风险。其次，控血糖不是戒掉所有碳水化合物，而是学会正确替换碳水。不少人一听到要控制血糖，就直接戒掉米饭、面条、馒头等所有主食，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，不仅不利于长期健康，还很难坚持下去。短期来看，不吃主食，血糖会有所下降，但这种方式违背身体正常的代谢需求，很难长期维持。一旦恢复吃主食，血糖会出现剧烈反弹，还会损伤身体的基础代谢，反而让血糖控制变得更加困难。正确的做法不是彻底戒掉碳水，而是合理替换主食的种类，优化吃主食的方式。日常要减少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馒头、白面包等精致碳水的摄入量，用糙米、燕麦、藜麦、玉米、小米、杂豆等全谷物和粗粮替代一半以上的精致主食，做到粗粮和细粮合理搭配。吃饭的时候还要调整进食顺序，先吃蔬菜，再吃鸡蛋、瘦肉、鱼虾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，最后吃主食，同时增加每餐蔬菜的食用量，这样能有效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，避免血糖大幅波动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要格外注意隐形糖分的危害，它的伤害远大于直接吃甜食、奶茶、果茶、风味酸奶、加工甜品、含糖饮料、蜜饯、酱料里的添加糖，会悄悄加重胰岛的负担，让胰岛素抵抗越来越严重。这些食物能不碰就尽量不碰。血糖失控从来不是因为偶尔吃一口蛋糕、甜点，而是长期喝甜饮、吃高糖加工食品，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持续伤害。这种伤害才是把身体推向糖尿病的关键因素。然后运动防控血糖，不用追求高强度，减少久坐比什么都重要。一提到控血糖的运动，很多人就觉得必须去跑步、去健身房健身，因为觉得难以坚持，干脆直接放弃运动。其实对于血糖管理来说，运动的核心不是强度多大，而是减少久坐的时间，让身体随时动起来。人在久坐不动的时候，全身肌肉处于放松状态，几乎不会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，血糖会一直堆积在血液里，不断加重胰岛素抵抗。最简单有效的做法就是每坐1小时就起身活动3到5分钟，伸懒腰、走路、拉伸、踮脚都可以，不用追求动作多标准，只要让身体动起来就能起到作用。每周要保证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、骑自行车都适合中老年人。不用追求运动速度和时长，只要能长期坚持就有效果。每周再搭配2到3次简单的力量训练，比如靠墙俯卧撑、深蹲、弹力带拉伸、举轻哑铃，锻炼身体的肌肉量。肌肉是储存葡萄糖的重要场所，肌肉量充足，血液中的葡萄糖就能更好地被消耗利用，血糖自然不会一直居高不下。
这也是稳定血糖的重要环节。最后千万别忽视睡眠和压力，它们是影响血糖的隐形推手。很多人严格控制饮食，每天坚持运动，血糖却依然没有改善，问题往往就出在睡眠和情绪压力上。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会打乱身体正常的激素分泌，影响代谢和食欲调节功能，让身体更容易堆积脂肪，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。而长期精神压力大，情绪焦虑、烦躁，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，皮质醇会直接促使血糖上升，即便饮食和运动做得再好，也会抵消掉一部分效果，让血糖管控事倍功半。想要稳定血糖，不用把生活过得极度自律，苛刻自己，抓住2个简单的细节就行。每天尽量睡够7小时，固定入睡时间，睡前远离手机、电视等电子产品，让大脑放松下来，避免熬夜。尤其要避免白天刻意控制饮食，晚上熬夜后暴饮暴食。这种不良习惯会让血糖管控彻底失效，是血糖升高的重要诱因。充足且规律的睡眠才是稳定血糖、控制体重、改善代谢的基础。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略，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除了做好生活方式干预，大家还要清楚哪些人属于糖尿病高危人群。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筛查，千万不要等症状出现再检查。2型糖尿病早期几乎不会出现口渴、多尿、体重下降这些典型症状，等到有明显感觉时，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期，胰岛功能已经受到不可逆的损伤。所以不要等身体难受了再去检查，要主动定期做血糖筛查，把血糖检测纳入常规体检项目。符合以下任意一个情况的人群，都属于糖尿病高危人群，需要格外关注血糖变化。第一，腰围超标、腹部肥胖、体重持续上升的人群，尤其是腹型肥胖的人。第二，直系亲属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群，有家族遗传史的人风险更高。第三，本身患有高血脂、脂肪肝、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人群，代谢类疾病往往相互关联。第四，之前体检就查出糖调节受损、糖化血红蛋白接近临界值的人群，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。一旦查出血糖异常，要不要用药？用什么药？用药剂量是多少？一定要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，根据自身血糖水平、身体状况、年龄等综合因素来决定，千万不要自己盲目判断。生活方式干预是控制血糖的基础，贯穿血糖管控的全过程。药物是辅助干预的工具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并不是对立关系。大家千万不要排斥用药，觉得吃药就代表病情严重，也不要盲目自行用药，擅自增减药量。不规范的用药方式会给身体带来额外伤害，只有遵医嘱干预，才能安全有效控制血糖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防控糖尿病从来不需要什么神奇偏方、特效食物，也不用追求极端的自律和苛刻的生活方式。真正管用的就是长期可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。糖尿病给了我们足够长的干预缓冲期，看似身体毫无不适，其实身体的代谢功能已经在悄悄透支。不要以为血糖稍微偏高无关紧要，不要觉得年轻没症状就可以肆意挥霍健康。抓住糖尿病前期这个关键逆转时期，从控制腰围、调整饮食、减少久坐、睡好觉这些小事做起，不用刻意追求完美，不用强迫自己做到极致自律。每天比前一天少坐一会儿，少喝一杯甜饮，多走几步路，早睡10分钟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，日积月累就能形成强大的健康力量，把血糖拉回安全线，避开糖尿病的困扰。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它藏在日复一日的小习惯里，藏在对身体信号的重视里，藏在长期坚持的自律里。提前干预，长期坚持，科学防控，就能牢牢掌握血糖的主动权，远离慢病困扰，享受健康的生活。
本视频内容仅为健康科普参考，不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、治疗建议和用药指导。如有血糖异常或相关健康问题，请务必及时咨询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医生或专业医疗人员，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专属干预方案。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关注血糖健康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，远离糖尿病，拥有强健的体魄和高质量的生活。咱们下期再见。